个房子好，我要了。你有这么多钱吗？贷款你都不知道啊？嘿，我是静香。2020年，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依然不减。虽然租赁市场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但是很多居民呢也趁着房价平缓购买或者更换了自住房。虽然受疫情影响呢 ，Open House 取消了，但是买家呢也可以单独预约看房。很多房主呢也提供了视频甚至 VR 技术线上看房。自住房买家没有减少的原因之一呢是房价涨势趋于平缓。第二点呢就是贷款利率降低了。那么无论你是正在看房，还是未来有打算看房，用10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加拿大的房屋贷款的常识，真的会让你避免很多损失哦。以下我说的这几点里呢，一定有你不知道的信息。第一点，加拿大贷款机构的分类和申请所需资料，哪家适合你？加拿大的贷款机构呢，分为3类：大银行、小银行和金融公司借贷。大银行呢，主要是6大银行 BMO、TD、RBC、CIBC、Scotia、National Bank。6大银行呢，适合报税收入高的申请人。申请这类银行呢，基本都需要提供最近2年的报税表 NOA、T4 或 T4A、你的工资单、雇主证明信以及最近3个月的银行流水。信用分数呢，要求较高，大概要680分以上，基本2周呢就能批下来了。除了6大银行之外呢，还有很多专门做贷款的小银行，审批呢更灵活，但是呢不直接面对客人，需要通过 broker 申请，比如 First National、Manulife Bank、B2B Bank、Home Trust 等，适合报税少的自雇 commission base 的客人。申请这类银行呢，不需要提供最近2年的报税表 NOA、T4 和工资单，但是要看6月的银行流水。贷款利息呢，通常比大银行要高一些，但是首付款呢要求会低一些。信用分数要求较低，大概是500分以上就可以了，基本2到4周呢就可以批下来了。还有一种是金融公司借贷，主要针对呢紧急借贷、无收入证明、短期应急的客人，这个呢灵活、审批快、借贷比例高。申请这类贷款呢，对于申请资料来说呢最简单 ，NOA、T4A、工资单、银行流水都不需要，主要是看这个房子的估值。对信用分数呢也没什么要求，1周之内呢就可以批下来了。当然贷款的利息呢是3类里边最高的。第二点，除了收入，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贷款额度呢？这里我们以6大银行的贷款政策为例吧。对于6大银行来说呢，收入、负债、资产和信用是影响房贷的主要因素。其中收入呢又分固定收入和变动收入。固定收入呢是指半个月的工资乘以26，也就是年收入。变动收入呢有公司分红、加班费、自雇收入。对于变动收入来说呢，银行只认过去2年的平均额度。如果变动收入呢没超过2年，银行就不认了。负债呢包括房贷、车贷、学贷以及你给其他人的担保贷款。我们再说一下资产吧。如果申请人呢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不高，但是资产很雄厚，一样可以贷款。6大银行主要看浮动资产，比如基金、存款。固定资产呢，比如你有几套房子也会看，但是并不重要。信用分数呢650分以上最好。大致贷款额度呢是收入的5到6倍，你可以用网上计算器、倍数法或者是 TDS、GDS 算法来估算。当然呢，精确的数还是要咨询贷款经纪才知道。第3点，什么情况下没有收入或者报的收入少也可以贷款？如果你是申请6大银行的贷款呢，他们会提供特别贷款项目，比如未来收入贷款。未来收入贷款政策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目前是医学院的学生，在学习没有收入还欠着学贷，但是银行会很喜欢你，因为你是潜力股啊，未来收入会很多。还有就是新民贷款，2017年之前呢很容易，只要付35%的首付，不看任何收入。现在呢不行了，现在要看未来收入的潜力，要提供证明你未来能有多少收入，而且能支撑贷款额度。比如大火的 IT 业，银行可以根据你移民前的收入水平，结合你的技术和加拿大市场的情况来评估你未来的收入。那如果你移民前收入不高怎么办呀？也是能贷的，但你要重新塑造自己，证明自己未来有机会拿高薪。比如你可以去学校重新读一个课程，或者是准备考 CPA、CFA， 出示你就读某项目或者某学位的证明。银行呢会
会根据市场中这类职位的平均收入来帮你贷款。有人说我已经是公民了，但是近几年呢回国发展了，近期刚回来，能用新移民政策吗？告诉你，有的银行是可以的。还有一种呢是海外收入贷款，留学生计划买房呢，父母可以担保，建议小刘们呢用直系亲属的收入担保。因为如果是非直系亲属呢，一般会让你在买房时呢加上他的名字，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啊。当然弊端呢是你一直要交海外买家税，可别入这个坑啊。除非你的中国非直系亲属呢后来移民加拿大了，如果是直系亲属呢，毕竟是亲爹亲娘嘛，对吧？就好商量了。房子呢只写你自己的名字，他们也会同意的。等你移民后呢，就不用支付海外买家税了。你之前交过的呢，有可能还会给你退回来。但是父母担保贷款这个项目呢，不是所有银行都同意只写你一个人，而不写直系亲属的名字的。所以贷款时候呢，要问清楚啦。第4点，申请了政府的补助 CERB 会影响贷款申请吗？答案是会的。疫情后呢，银行也在不断的调整借贷政策。一开始呢 ，CERB 发放的时候呢，银行基本不喜欢看到申请人有拿这个补助，但是后来呢，申请这个补助的人呢太多了，银行呢就改变政策了。如果你能证明公司以后呢，还会把你招聘回来，就可以贷款。你要做的呢，是让雇主出一个证明信，里边要写上公司如果开工还会要你，你会回来工作，你的收入是多少。银行会评估很多方面，比如会评估行业是否会受新冠疫情影响很严重，像是赌场里的娱乐业、旅游业可能就受影响了，贷款呢会打折扣。但如果你是用海外担保人的收入做的申请，有没有申请 CERB 就没有太大影响了。第5点，新房要交接了，我应该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准备贷款呢？一般来讲呢，要提前4个月，因为如果批了，但是4个月内呢不交接，批的利率呢会过期，银行也有可能会重新评估收入是否有变化，比如会不会突然失业啦，或者名下有了其他的贷款。但是楼花贷款呢不太一样，有的银行呢就是给楼花贷款人一封信，因为建商要看，但是要求贷款人呢在房屋交接前4个月或者是2月的时候呢，再根据当时的收入申请贷款。有的银行呢则是按你现在的收入批贷款，即使房子呢2年后交接，只要在交接前呢不改动借款额度和借款人，就直接放款。所以贷款前呢，建议多了解一下，看哪个银行政策呢最适合你。第6点，留学生、工作签证、非税务居民也可以申请贷款吗？6大银行呢可以为留学生贷款，但是需要父母的收入担保。持工签的人呢也可以做贷款，但是要过试用期才可以。非税务居民呢就是海外买家了，也可以做贷款，要支付35%的首付。小银行呢不可以为留学生贷款，工签呢可以做，但是要过试用期。非税务居民呢不能贷款。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小银行对特殊群体呢没有什么特别的项目，特殊群体呢不属于他们的主流市场。第7点，退休老人没有收入怎么申请贷款呢？有人会问，帮父母申请了团聚移民，父母买房可以用新移民贷款政策吗？由于新移民呢是用预期的未来收入贷款的，即使之前工作背景好，现在都是退休的年龄了，以后可能就不会有收入了，直接贷款的话呢可能就不会通过了。但如果是年龄合适，可以证明未来的有收入就可以，或者呢就去找金融公司贷款，比如 reverse mortgage 项目，也就是反向按揭。持有加拿大身份的5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，收入不高，但是手上呢必须已经有在加拿大公安按揭的房子，最高可以借到房子的市场价的55%。贷款的用途呢，可以是帮子女支付房子的首付，可以外出旅游，可以购买投资物业，资助孩子的教育费用等。但是反向按揭的成本呢和利率呢都是比较高的。第8点，贷款期限选25年还是30年？如果首付是20%以下呢，属于高风险贷款，只能贷25年。贷25年呢，比贷30年呢要省利息，但是每个月的供款额度呢会高，你的压力呢会大一些。选30年的呢，还款额度会低。如果你有富裕的钱呢，可以提前还款，也可以省利息，每个月的供款额呢也低，所以建议呢选30年的。岁月静好，还看静香，我是静香，愿与您分享北美生活心得和实用信息，希望以上信息呢可以帮到您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就请一键3连帮我点赞、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吧。我们下期见啦！